嗨，欢迎来到今天的解析。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一个超级有料的故事，主角是一位专门做医学与 AI 的个人创作者。我们要来看看他到底是怎么经历一场可以说是彻底脱胎换骨的转型历程。这可不只是教你怎么做内容而已，里面还牵涉到超有趣的观众心理学、视觉包装，还有最重要的，怎么找回你做内容的初衷。如果你也曾经觉得，天哪，我明明超努力，怎么流量还是起不来？那你绝对要听下去，保证会让你有一种原来如此的感觉。好啦，我们直接开始吧。首先，请大家在脑袋里想象一下330这个数字，真的330。想象一下，你是一个艺人军队的孤狼创作者，每天白天上班已经够累了，下班后还要硬挤出1-2个小时，周末甚至要花上4个小时，就这样咬牙死撑。而且完全靠着自己摸索 AI 工具，默默产出了高达330支的知识内容，这几率真的是满分，对吧？说真的，这种把脑中的点子一点一滴变成作品的过程，真的有一种无法言语的爽快感跟自由感。可是呢，现实往往是很骨感的。这背后其实藏着一个让人超想撞墙的状况。你说这么拼命的产出，自己做的也很有成就感，但为什么最后换来的却是像屎水一样的流量，还有那惨不忍睹的订阅数？明明里面的医学知识含金量超高啊，为什么观众就是不买单？到底哪个环节出包了？让我们进入第1章，创作者的困境。看不见的努力与情绪消耗。其实，如果你也跟这位创作者一样，完全靠着强大的自律神经，在网络上分享那些硬核的医学知识，你绝对懂那种感觉。你超爱那种不用跟任何人开会，自己就是老板的自由，看着产量一直增加也很骄傲。但是，当你满怀期待，把那些真的能救人一命的知识发布出去，结果换来的却是一片死寂。哇，那种失落感真的是会把人给压垮的。这种一直付出却得不到回报的状态，说真的，再怎么有热情的人，久了也是会被磨光的。接下来是第2章，心理学陷阱，观众真正离开的原因。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你看哦，当你把那些超级专业，甚至可以救命的医学科学套在网络上那种随处可见，看起来老实说有点廉价的2D 卡通动画上时，你其实在观众的脑袋里制造了一个超巨大的违和感，就像是穿着夹脚拖去参加高级晚宴一样，让人觉得很不自在。在心理学上，这就叫做认知失调。也就是说，你的文稿明明写得像国际医学期刊一样专业、有深度，但观众眼睛看到的却是类似幼稚园风格的动画。我们的大脑在处理这种超级不搭的资讯时，会卡住，会产生冲突，心想：这好像怪怪的。为了赶快摆脱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大脑下达的最快指令就是马上滑走，关掉视窗。而且大家要知道，在探讨健康和医疗这种人命关天的领域时，我们的大脑其实是非常现实的，完全被所谓的权威暗示给控制。简单来说，观众的潜意识会本能的要求，你讲的东西有多重要，你的画面就应该要有多专业。如果画面看起来不够有权威感，就算你讲的全都是真理，大脑的防护网还是会直接判定这个来源不可靠然后把你拒之门外。那该怎么办？破局的关键就在媒介丰富性理论，而且重点来了，你根本不需要露脸。我知道很多人有镜头恐惧症，就完全没关系。理论告诉我们，你只需要把那些会扣分的卡通人物丢掉，换成能展现真实细节的画面就好。只要有了真实感，观众心中的信任感就会瞬间建立起来。我们来听听一位忠实观众说过的话，这句真的超一针见血。你的医学见解真的帮我把健康顾得很好，但是那个卡通画面让我实在不好意思把内容传给我的医生看。天哪，这句话完全点醒了我们。这位观众是真的有学到东西，但却因为画面太像玩具而不敢分享。这证明了什么？
升级你的视觉画面，真的不是为了骗演算法或冲流量的耍小聪明，这是一种尊重。尊重你自己的专业心血，更重要的是尊重那些信任你、需要你帮助的观众。所以我们来到第3章，极简知识策展人策略，建立视觉权威的具体步骤。直接上干货，这就是你的转型实战手册。我们要把你的内容从幼幼班动画直接升格为高阶学术沙龙。第一步，狠下心跟那些简单的动画小人说拜拜。第二步，开始使用真实的医疗数据图表、超高画质的实验室实景，或者你直接录下你操作 AI 工具的真实荧幕画面也行。第三步，把没有感情的机器人配音换掉，改用那种听起来很沉稳又很有导师感的 AI 语音。来看看这个我们为你准备的策展人工具箱，其实很简单，善用黑底白字的极简排版，画面的高级感立刻就出来了。然后你可以用 Notebook LM 来帮你生成那种有深度的对谈音档，再搭配 Eleven Labs 打造出媲美真人、质感超好的权威人声。至于实景素材呢，用 CapCut 或 Canva 就能轻松搞定医疗或科技的实景片段。最棒的是，用这套 AI 组合拳，你照样可以维持每天只花1-2个小时的佛系步调，但你内容的专业度绝对会迎来史诗级的大进化。你看这个对比，当你终于把视觉的皮跟知识的骨完美结合，让画面美学真正配得上你的内容深度时，观众的信任度跟停留时间绝对是直接往上狂飙的。这真的不是什么黑魔法啦，这就是科学加上人性心理学的完美运作。最后，我们来到了第4章，100年的承诺，回归核心使命。我们现在稍微把什么流量演算法厉害的 AI 工具全都先放一边，让我们深呼吸，回到这一切最开始的地方。创作者当初写下的那句“陪伴你健康活到100岁”，其实这才是我们真正的使命，对吧？一开始做内容，本来就不是为了追求那些虚荣的数字，而是心里有一股傻劲，真的很想把那些能让人健康康康活到100岁的知识、心态跟习惯，用最纯粹的方式传递给所有人。如果因为太在意流量，反而搞得自己很不开心，甚至忘记了初衷，那真的是本末倒置了。在今天的解析结束前，我想丢一个问题给大家在心里发酵一下：你现在为内容穿上的视觉外衣，真的对得起你熬夜苦读、辛苦累积出来的专业知识吗？还是说，其实现在这是你开启视觉觉醒，让你的知识发挥出100%影响力的最佳时机了呢？希望今天的内容有稍微敲醒你一点什么。那我们下次的解析再见喽，拜拜。